第45章落幕。在众目睽睽之下，少女轻灵地跃上高台，施施然地落在了萧炎身旁。秋水眼波缓缓流转，俏美的脸颊上笑意盈盈。望着自己跳上来的薰儿，萧炎一愣，旋即无奈地翻了翻白眼：“你跑上来做什么？”薰儿抿着小嘴浅浅一笑，没有回答，将目光转向因为他的出现而脸色略微变化的萧玉，微笑道：“萧玉表姐，你年龄比萧炎哥哥大上一些，而且还进入了学院修习，这种挑战却是有些强人所难。如果萧玉表姐真想找个人出气的话，还是让薰儿陪你吧。”闻言，萧玉俏脸微沉，皱着柳眉，狠狠地剐着萧炎，冷笑道：“你难道就只会躲在女人身后？”萧炎眉间微挑，眼中凶光闪掠，现在的他简直有种把这女人按在地上强奸了的冲动。好了。就在三人纠缠不休之时，不远处的二长老脸色阴沉的一声怒喝，将三人震得闭了口。阴沉着老脸，二长老怒气冲冲地走过来，对着萧玉怒喝道：“现在的台上，你没有挑战的权限，立刻回去，如果再破坏仪式的举行，就直接关1个月禁闭。”对着萧玉撒了一通怒火之后，二长老这才舒了一口气，回转过头，无奈地望着微垂着头，先只把玩着一缕青丝的薰儿，苦笑道：“薰儿小姐，你也先下去吧，你们的挑战都不合规矩。”薰儿无所谓地耸了耸肩，微微点了点精致的下巴，转身下台时还对着萧炎悄悄扮了一个鬼脸，让得后者哭笑不得。被二长老一通怒斥，萧玉俏脸略微有些委屈，贝齿咬了咬红唇，片刻后方才恨恨地跺了跺小脚，转身离开时留下一句冷笑：“小混蛋，你给我等着！”望着这终于收场的滑稽一幕，二长老终于松了一口气，侧头望着那正一脸无辜的当事人，苦笑了一声，旋即板起老脸，对着台下冷冷地喝道：“萧宁鄙视违规服用丹药，从今天开始关禁闭3个月。”说完之后，也不管台下的略微骚乱，再次喝道：“挑战完毕，萧炎胜。”对于这可有可无的结局，萧炎倒是不置可否，在听得宣布成人仪式完毕之后，直接行下高台，在全场的注目中回到自己的位置，望着周围族人那些敬畏的目光，萧炎摸了摸鼻子，心中淡淡一笑。在萧炎仪式完毕之后，后边也不断有着族人上场，不过在有他所创造而出的这个震撼阴影下，其他族人所取得的成绩却是有些显得黯然无光。最后薰儿的出场倒是引起了一场不小的震撼，15岁的斗者，这种成绩可就只比当年的萧炎差上一点而已。不过虽然薰儿的成绩很是斐然，不过在场的很多人也都听过萧家这颗最璀璨明珠的名头，所以虽然对于这种成绩感到惊叹，可比起萧炎那种如入起来的震撼，却是要小上许多。成人仪式从清晨举行到下午，终于是在漫长的惊叹声中缓缓的落幕。在散场之时，一双双目光依旧有些忍不住带着许些震撼的投向场下小脸淡然的黑山少年。望着落幕的成人仪式，萧炎心中也是松了一口气，周围那些目光实在是让他有些受不了，摇了摇头，起身就走。萧炎哥哥今天的表现可真让人惊讶啊！身旁一阵香风袭来，薰儿轻灵的笑声宛如银铃般的传来。摸了摸鼻子，萧炎笑了笑：“我原本也以为萧炎哥哥不会斗技，可没想到却如此深藏不露。”先手附在身后，薰儿微偏着小脑袋，若有深意的微笑道：“嘿嘿，哪有薰儿深藏不露，上次在斗技堂你所使用的斗技也不是普通东西啊。”萧炎嘴角一弯，对着薰儿戏谑的道。闻言，薰儿一怔，秋水眸子弯成美丽的月牙，笑盈盈的道：“萧炎哥哥眼力真好，如果你对那些斗技感兴趣的话，薰儿可以教你哦。”耸了耸肩，萧炎摇了摇头道：“算了，贪多嚼不烂，这粗浅的道理我还是懂的。那斗气功法呢？”萧炎的拒绝让得薰儿略微有些意外，乌黑的灵动眼珠俏皮地转了转，忽然嫣然笑道。脚步微微一顿，萧炎微眯着眼睛，含糊的道：“5日之后不是能进斗气阁寻找功法吗？家族的功法顶了尖就是萧叔叔所修炼的玄阶中级的怒狮狂罡，而且那功法
现在的萧炎哥哥可却没有全线修炼哦。薰儿小手掠过额前的一缕青丝，微抿着小嘴，似乎是在斟酌着言辞。片刻后，他方才轻声道：“薰儿可以给萧炎哥哥弄来玄阶高级的功法哦。”要吗？这丫头还真是个小富婆，玄阶高级，那东西起码要好几十万吧。心中叹了一口气，萧炎忽然有些苦笑，如果自己不是侥幸遇到药老，恐怕和薰儿之间的距离还真的很难拉近。即使自己天赋不差，不过薰儿的那神秘背景却绝对极为庞大。手指不着痕迹地抚摸了一下古朴的戒指，萧炎略微心安，这可是自己成为真正强者的本钱啊。在薰儿的注视下，萧炎轻笑了笑，微微摇头，轻轻的声音中有着一抹倔强与执着：“不用了，你哥能靠自己成为强者的。”薰儿脚步顿住，眨巴着灵动的眸子盯着萧炎那没有停滞的背影，片刻之后忽然微笑道：“看来萧炎哥哥背后似乎真的有个神秘人，需要查查吗？”先知有些苦恼地弹了弹光洁的额头，半晌后，薰儿无奈地摇了摇头：“算了，萧炎哥哥最讨厌别人探查他的底了。那神秘人既然教了他这么多东西，想必应该不会害他吧。”轻叹了一口气，薰儿扬起小脸，秋水眸子中淡淡的金色火焰轻轻地跳动着，希望那人没坏一把，不然你就算躲到萧炎哥哥身体里，我也要把你揪出来。